今年清明这阵子，最让我心里一热的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周深那首《归来》。新华网在清明节当天特意发文提及，一下子就把这首带着温度的歌推到了大众视野里。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只是冲着周深的嗓音去的，但听着听着，眼眶就不知不觉湿了。这首歌是影视剧《归队》的主题曲，可它早就跳出了影视的框架，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你闭上眼，仿佛能看见那些年轻的身影穿过硝烟与风雨，一步步走回我们现在的和平岁月。说实话，这种归来从来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逢，而是精神层面的唤醒。咱们平时总被生活推着走，节奏快得连喘息的空隙都少，可到了清明这一天，一首歌就能把浮躁的心轻轻按下来，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，原来英雄从未走远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的呼吸里、目光中，甚至每一次平凡的日出、日落里。其实吧，清明听歌从来都不只是图个旋律好听。中国新闻网前阵子也盘了一波致敬英烈的歌单，任嘉伦的《不屈》，马嘉祺的《写你》，韩红的《回家》，陈少熙的《不负青山》，这些歌名连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封封没写完却掷地有声的家书。音乐这东西妙就妙在它不讲大道理，却能把最重的情感轻轻托起。你听《不屈》里的咬字，能感觉到那种咬牙坚持的韧劲；听《回家》里的旋律，又像是母亲在村口唤着游子的乳名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好音乐是有重力的，它不飘在半空，而是扎扎实实的落在人的心坎上。咱们这一代人可能没经历过战火纷飞，但通过旋律与歌词的铺陈，依然能触摸到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。这种共鸣不是谁硬塞给我们的，而是血脉里自带的文化记忆被轻轻拨动了，让人在音符起伏间重新理解了什么叫向死而生。有意思的是，今年连央视新闻都下场发声，说这些抗战主题歌曲入耳更入心。这话真不是客套，而是切中了当下文艺传播的脉搏。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，现在的作品正在悄悄发生一种转向，从单纯的娱乐消费，慢慢沉淀为一种公共情感的凝聚。张杰的铭记，程毅的敢当，黄子弘凡的勿忘，丁禹兮的心所向，刘宇宁的破晓，谭维维的东极遥，这些作品放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幅用声音绘就的时代群像。我个人挺感慨的，以前咱们总觉得追星就是打榜应援、买周边，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借着偶像的声音去触摸历史的纹理，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健康的文化自觉。当流量开始为精神价值让路，当热度开始为家国情怀买单，咱们不得不承认，民心所向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，而是藏在每一次单曲循环里的默默致敬。文艺作品一旦有了这种厚度，就不再是快消品，而是能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种。回到周深本人，说实话，他这几年的路走得挺扎实。不光归来刷屏，他前阵子的春雪直接登顶了微博音乐热度榜。现代快报还爆料说，他要带着新歌《热烈盛开》亮相2026年苏超开幕式。4月还没过完，他的名字已经成了这个春天绕不开的文化符号。很多人问我，周深为什么总能稳稳接住大众的情绪？我觉得答案特别简单，他不玩虚的。从年初到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跨度里，他几乎没停过脚步，每一首歌都像是在跟听众掏心窝子。咱们听他的歌，从来不会觉得他在表演深情，而是他真的把那份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和平的珍视揉进了音符里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演艺圈里不缺会唱歌的人，但缺的是愿意用声音去托举时代记忆的人。周深用一场又一场的现场，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证明，真诚永远是最高级的专业主义。当技巧退居幕后，情感走上前台，音乐自然就拥有了穿透岁月屏障的力量。说到这儿，咱们不妨把话题拉远一点。清明到底是个什么节？它不只是扫墓祭祖的日子，更是一次关于生与死铭记与前行的集体冥想。许嵩那首《清明雨上》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？又是清明雨上，折菊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这几句词把中国人的含蓄与深情写得淋漓尽致。咱们中国人纪念先烈，从来不是沉溺于悲痛，而是把那份不屈化作好好生活的底气。你听这些歌，其实是在听一种生命观，英雄用青春换来了我们的日常，那我们最好的缅怀，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我特别认同这种态度。与其说我们在追忆过去，不如说我们在确认现在。每一次耳机里响起归来的副歌，都是一次无声的约定，替你们看看这盛世，也替你们把这条路走得更稳、更远。清明不是终点，而是提醒我们如何更好的出发的路标。所以啊，2026年的这个春天，因为这些歌声显得格外有分量。从新年钟声敲响，
到清明细雨微凉，娱乐圈的聚光灯没有只打在绯闻和流量上，而是照亮了一条条通往精神高地的路。明星艺人们用作品说话，观众用耳朵投票，先烈用历史作答。这三者交织在一起，就成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和声。我个人一直相信，文艺的尽头是人文，而人文的底色是共情。当归来、不屈、铭记、春雪这些歌在大街小巷，在通勤路上，在深夜的房间里被一次次播放，他们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产品，而是成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情感桥梁。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记住来路，也在脚步中坚定去向。毕竟，真正的归来，从来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带着先辈的光，继续向前走。这，或许就是清明听歌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模样。